大家好，我是 Anthony， 今天是2023年1月24日。这期视频，我想从代际创伤的视角，探讨中国人的原生家庭为什么缺乏安全感。其实，这个话题我以前在国内的互联网平台上聊过几次，但由于审查的原因，没法谈得很深入，一些文章也被删除了。所以今天我想把之前的内容整合一下，结合最近的一些新的思考，重新谈谈这个话题。首先，我大概在10年前就开始关注和思考亲子关系。当时我看到的心理学书籍大多是西方学者写的，但是在思考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发现许多结论难以直接地应用于中国的现实。例如，美国心理学家 Martin Seligman 在他的著作《习得性无助》中分析了为什么抑郁和无助感越来越普遍。他认为从1910年到1960年，再到当代，美国社会的抑郁患病率是不断上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代性的发展。Seligman 认为，现代性强调个体的价值，强调自主性和享乐主义，这会让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失败时，更多的将原因归结为自己，进而产生无助感。但这个结论就很难解释中国人的精神冲突，因为中国人的心理问题更多的是由于自主性受到抑制，而非得到发展。在与越来越多的人进行访谈后，我感到由政治所造成的创伤以及代际创伤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又很少被谈论的视角。当我们回顾1949年之后的中国历史，我们可以找到今天中国的中老年人许多心理问题的历史根源，而他们的心理状态又直接影响到中国的下一代。首先，我要讲两个重要的概念：代际创伤和自我叙事。代际创伤 （Transgenerational Traumatization） 指的是某些创伤不会停留于亲历创伤事件的当事人，而在代际之间被传承下来，例如祖辈传递给父辈，父辈再传递给后辈。创伤的内容包括记忆空白、弥散性的焦虑、羞愧、抑郁、歇斯底里、强烈的死亡恐惧、无法面对人际冲突、无法建立亲密关系等等。心理学家认为，一个接纳性的、安全的社会环境对于创伤的修复是必要的。当个体的创伤无法在一个社会的公共空间去表达和获得反馈时，他就无法使用语言和文字来标记和创伤有关的情感，结果是这些创伤成为了一种禁忌，并传递给下一代。自我叙事 （self-narrative） 指的是一个人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如何看待自己。良好的自我叙事应该是连续的，也就是一个人所遭遇的生活事件与他的感受是能够建立链接的，他能够充分地意识到和表达自己的经历，而不需要去压抑、否认和遗忘。创伤事件通常会破坏一个人自我叙事的连续性，而要修复这种连续性，需要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段人际关系应当是能够映现和容纳他的感受的。Mirror 一词在英文中既有镜子的意思，也有反映、映现的意思，就是说他人对于自己情绪的接纳，就如同照镜子一样。当一个人感到自己的情绪能够被他者所接纳和反映时，他就更容易完成自我叙事的整合。通过上述讨论，我们会发现，如果一个人在面对某种心理创伤时，既无法在公共空间中表达、交流，又无法获得安全的、包容的人际关系，那么他要修复创伤就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因此，心理治疗并非仅仅局限于个体的范畴，它的有效性是需要以一个开放多元和言论自由的政治环境作为前提的。绝大多数的当代中国人出生于1949年之后，今天的中老年人主要成长于1949到1978年，这将近30年之间，他们的心理状态和对待子女的方式与那个时代的政治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出于维护统治合法性的需要，中国政府对待前30年，也就是毛时代的态度，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宜粗不宜细，而在2012年以后，则开始了对毛时代的正面肯定，对毛时代的错误则更加淡化。然而，要理解当代中国家庭的代际创伤，就必定要关注那个时代社会制度对人心理的影响。首先，我们来看等级制度制造的创伤，也就是前30年的阶级成分论。我们知道，印度种姓制将人划分为具有高低贵贱的不同等级。在种姓制度中，最低等级是达利特，也就是贱民，
他们被视为不可接触者，只能够从事最肮脏和艰苦的工作，例如与死亡、排泄物、血、垃圾有关的事物，不能进入寺庙和学校，更不可能从事高级的职业。种姓制度给印度社会制造了巨大的创伤和撕裂，而阶级成分论在诸多方面也可与种姓制度作一比较。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共产党迅速在全国建立起了以阶级成分区分敌我有的制度。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知识分子是中间阶层，而地主阶级、反革命分子和国民党残余势力则是敌对阶级。每当运动来临，政府对待阶级敌人采取监禁和管制手段，所谓管制就是限制说话和行动的自由，并且随时准备接受群众的批斗。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就可以高枕无忧，因为评判阶级成分的权力掌握在干部手中。由于政治的大环境一直强调对敌斗争和宁左勿右，基层官员也常常随意扩大管制范围。如贵州独山县某乡有人口8361人，有456人遭到管制，后经过上级调查，只有11人符合管制条件。冠县大关乡将交不起公粮的农民也予以管制。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的烈度整体上呈上升趋势，整个社会根据成分的好坏变得日益两极化，处于中间灰色地带的人越来越少。成分好即拥有纯正的血统，是自己人，而成分坏则是敌人或潜在的敌人，也就是被定性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及黑五类。然而，血统也并不是唯一的标准，思想也是很重要的。思想不纯正，即使血统纯正，同样是敌人。到了1963年，阶级成分已经渗透到个人生活的言行举止，黑五类的子女和家属在就业、升学、婚姻方面处于受歧视的地位，即使这些人是生于1949年后。到1963年后，大学基本停止招收黑五类子女入学，部分地区甚至规定小升初条件是出身占60分，表现占20分，学习成绩占5分，其他占15分。在一些工厂，成分不好的工人不被允许操纵精密机床，因为担心搞破坏。在历次斗争运动中，黑五类家庭几乎必定处于优先打击目标，打击的方式包括训话、罚跪、捆打等。例如，山东省历城县部分农村地区就规定了被定性为地主成分的人不准看戏，不许同群众讲话，在路上遇到任何人都要低头让路，干部可以随时进家检查等等。关于这方面的史料，大家可以去阅读《阶级身份与差异》这本书。这里要讨论的是等级制度给个体心理造成怎样的影响。顺便说一下，我在中国的学校是如何破坏社交能力这期视频中也讨论了学校的等级制是如何制造创伤的。我们知道，虽然阶级成分论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已被废除，但中国社会至今仍然是一个等级森严和极其不平等的社会。我们知道，很多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就灌输职业尊卑的观念，并且对公务员这类职业极度推崇。我有一个朋友说，他的父母从小就教育他，搞民营企业的都是坏人，只有公务员是好人。这种极端的等级观念正是创伤的产物。例如，很多家长对子女提出了诸多苛刻的世俗要求，对于孩子是否能出人头地极为在意。当孩子面临，家长自己首先就精神极为紧张，甚至情绪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也感到自己必须通过拼命努力才能让父母满意。这其实就是一种创伤的传承，因为家长们成长于一个极其不平等的时代，弱势群体被完全的歧视，没有任何的尊严和权利。这种不平等会极大地激发一个人的身份焦虑和想要改变命运的欲望，而这种焦虑也会无意识地传递给孩子。孩子通过对父母的投射性认同，把父母的这种焦虑给继承了下来，潜意识里将满足父母的期望当成是自己的人生目标，缓解父母的卑微感，修复父母的创伤。然而，孩子的成就不论多么巨大，都是不可能彻底缓解家长的焦虑的，因为家长的自我叙事的连续性仍然是破碎的，他们的创伤只能通过直面那段人生来修复，
即在一个能够理解并接纳他们的人际关系中表达自身的感受。但在中国其实很难找到这样的人际关系，因为中国政府对于历史的否认和回避，使得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此无知，而中老年人又常常遗忘或者压抑。例如，曾经有一位学者想要收集文革时期的牛鬼蛇神歌，这首歌的第一句是我是牛鬼蛇神，是强迫那些被迫害的人唱的，意思是说他们已经不再是人了。这位学者向当年被迫唱这首歌的人询问歌词内容，发现当事人普遍都想不起来了，但当事人都是头脑清醒的，并不存在记忆力上的缺陷，反而是当时那些强迫别人唱歌的人都记得歌词，这说明人在面对强烈的侮辱和羞耻时，是会选择通过遗忘来自我保护的。他们之所以表现得平静，恰恰是因为创伤太强太大，导致将这段记忆给彻底压抑，这也使得创伤的发现和疗愈变得更加困难。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下一期视频我打算继续讨论代际创伤，大家也可以把想让我聊的话题发布在评论区下方，感谢大家的收看。